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古装再挑大梁，郑晓龙执导新剧女主曝光，网友直呼女神来了。在待播的剧作中，古装剧的数量多的就像是古代的皇帝后宫一样，就连赵丽颖这样的现代皇后，也在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古装后宫。与林更新一起主演与凤航，两位演员的状态好的就像是吃了仙丹一样，让人对这部剧的期待值直线上升。然而，演员阵容并非决定作品口碑和质量的唯一因素，实际上，主创团队才是关键因素。如果要评选哪位导演在古装剧方面表现最为出色，相信观众们心中的答案都会指向同一个人。《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即使是过去这多年，《甄嬛传》如今也依旧在古装剧中名列前茅，它的经典地位无法被任何新剧所撼动。这部剧不仅延续了古典美学的魅力，更将现代审美融入其中。也正是这部作品的卓越，让郑晓龙导演成为了一代宗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如同高挂的星辰，令人心动。不得不承认，郑晓龙导演凭借其独特的审美观和精湛的技艺，成功地将一部古代宫廷剧拍得如诗如画。他对于细节的把握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都堪称一绝。尤其是在他的作品中，观众们不仅仅是能够欣赏到古装剧的画面，还能感受到深刻的情感和故事内涵。因此，郑晓龙导演的作品总是备受好评，成为了古装剧领域的佼佼者。如今，由他执导的新古装剧将震撼登场。单单是从演员阵容来看，这部剧就汇聚了众多实力派演员，他们的演技实力无疑将为这部剧增色不少。而主创团队也是实力非凡，他们精心策划的剧情设定让人充满期待。古装魅力再升级，《藏海传》主创阵容引人期待。作为男神女神当道的影视世界，选择一位当红顶流担任古装剧的主演，无疑是为了给剧集注入更多活力与魅力。而《藏海传》这部作品，正是看中了肖战这位凭着古装剧逐渐崭露头角的英俊少年，让他成为了剧中的男主角。事实上，这点很好证明，对于曾经观看过《陈情令》的观众来说，肖战的古装造型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那英俊潇洒的身姿，剑眉星目的神采，一举一动都仿佛是从古代走出的美男子，完美的契合了大家心中的期待。这也使得肖战在后续不断推出的每部古装剧都能成为观众们的心头好，被他们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必追片单中。原因也很简单，肖战的魅力源自他在古装剧中的独特存在。他的古美形象如一股清幽，冲破了古装剧的沉闷和普男所带来的压抑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享受。此外，肖战对于古装早已驾轻就熟，而这次他在《藏海传》中饰演的角色却是也是权谋剧集的精髓。而新剧中的故事说的是汪藏海这个钦天监监正之子，小时候家里遭遇了一场大灾难，全家人都没了。他背负着血海深仇，决定要报仇。于是，他收起了自己的锋芒，学起了人人所向往的合纵之术，潜入敌人麾下。显然，肖战的新角色让人眼前一亮，与他曾演绎过的角色风格迥异。他从一名普通的小谋士，逐渐晋升为帝国的内阁首辅。汪藏海在这个过程中历经磨难，不断成长。然而，当汪藏海终于站在仇人面前，手握复仇之刃时，他却发现这仅仅是一个庞大阴谋的序幕。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如同一座迷宫，让人不禁感叹其深度。而对于肖战来说，无疑是一次演技的巨大挑战。不过，肖战虽然颜值在线，但演技也从不含糊。而作为该剧的主创团队，堪称豪华阵容，导演郑晓龙更是其中的翘楚。
他不仅凭借《甄嬛传》这部口碑佳作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还曾执导过《幸福到万家》《少年包青天》和《芈月传》等古装剧集，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精彩的视觉盛宴。可以说，古装剧已经成为了郑晓龙的独特标签，他的才华在这片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不过，尽管在《藏海传》的创作过程中，作为导演的郑晓龙在地位方面无疑是举足轻重，可这对于豪华团队来说还差了那么点意思。若是再加一个才华横溢的编剧赵柳毅就不同了，他曾为重启之极海听雷系列作品以及沙海注入了灵魂，其精湛的编剧才华着实让人叹为观止。此外，赵柳毅对南派三叔的作品了如指掌，能够巧妙地提炼出其中的精华，将其呈现在荧幕上，从而吸引观众的目光。而南派三叔本人，这位原著作者也将亲自操刀《藏海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是担任总编剧和总监制，更是亲自坐镇团队核心，无疑将保证这部作品的原汁原味，避免出现对原作的随意篡改。古装剧女主新选择，美艳程度让人惊艳。话说前不久的玉骨遥，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肖战的颜值再高，古装造型再美，可跟带不动这样的演员搭戏，剧作的美感也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肖战在《藏海传》中的搭档女演员是谁，将直接影响观众的期待和作品的评价。据网络传言，这次与肖战合作的女演员是近期因她从火光中走来而人气飙升的张婧仪。尽管张婧仪的荧幕生涯主要以现代剧为舞台，然而她在古装剧中的华丽变身却如同涅槃的凤凰，让人眼前一亮。而这一次，我们的女神来了，你们准备好被她的美丽震撼了吗？自出道，张婧仪在《点燃我温暖你》和《风犬少年的天空》中的精彩表现，让她成为了公主少女类角色的最佳人选。她的容貌如同一幅纯粹清冷的画卷，让人不禁陶醉其中。特别是期间她所呈现的那浑然天成的清冷气质，与邻家女孩式的温柔甜美完美融合，宛如是大自然赋予她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作为史诗般庙堂阴谋论的作品，关于张婧仪在《藏海传》剧中将扮演怎样的女性角色，目前尚无定论。然而，她与那位怀抱复仇之心的男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或许会呈现出一种治愈的力量，又或者她将成为与男主角旗鼓相当的对手。前者正是张婧仪所擅长的领域，而后者则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有一点要承认，张婧仪的最大优势在于她的古装造型从未出现过失误。从她正在拍摄的另一部古装剧的预告片来看，她的形象既可爱又不失庄重，与肖战的搭配非常和谐。尽管在肖战曾经主演的古装剧中，那大红大紫的主角光环多属于他，导致女主角的光芒显得有些暗淡。然而，张婧仪的出现却让这种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她与肖战的组合更有可能成为一部经典的 CP 之作。更有趣的是，除了俩主演外，这部剧还将有一群资深演员助阵，这将无疑为剧集的演技水平锦上添花。纵观近几年所播出的古装剧，尽管有热度和口碑双丰收的作品，但是其中的剧情和角色的相关设定却总是会陷入千篇一律的泥潭，难以给观众带来一丝新鲜的刺激。众所周知，多数的古装剧中，男女主角的选角常常引发争议，以积压多年的岁岁清廉魏丽和润东的年龄和外貌都与男主角的形象相去甚远，让人无法投入剧情。但《藏海传》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剧中的角色形象都充满了古典美，剧情也是更偏向于权谋的斗争，而非感情的纠葛。虽然待播的古装剧多得像菜市场的白菜，
但《藏海传》可是个例外。这部剧有郑晓龙这个大厨操刀，还有南派三叔这个名厨的原著加持，怎么看都像是一道美味的大餐。而这部剧怎么看都像是要火的节奏。南派三叔可是盗墓界的扛把子，但他的《藏海传》却跟盗墓八竿子打不着，这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样的反差反而更让人好奇。虽然剧作还没开拍，但已经让大家的胃口被吊得高高的。你期待肖战和张婧仪这对新 CP 的表现吗？